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争议背后，武侠梦回 8.0 还是粉圈操盘的胜利？又书名号：赴山海的豆瓣评分风波，到底是谁在低分背后作妖？最近播出的《赴山海》让不少观众一边追剧，一边吐槽豆瓣评分参与了某种神秘力量的角力。说实在的，这剧打戏精彩，场景用心，我个人觉得至少该有个8分，可实际开分只有5.9。好家伙，这落差就像小区的煎饼摊突然标价100块，怎么看都不合理。不过再翻翻豆瓣数据，发现38万加人居然参与了评分，是今年长剧最多打分人数的纪录保持者。这样的数据让我不禁琢磨，一部武侠剧热度已经高到炸裂，可评分却这么低，难道问题不在于剧情，而在某些行为艺术？肖某家粉丝低开评分的幕后推手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提一句，一些观众认为这次低评分和某萧姓流量明星粉丝有关。怎么讲呢？这部分人见不得别家的作品盖过自家哥哥的光环，就像菜市场买大白菜，非得杀价杀到零头都不留才能舒坦。他们不仅自己打1星，还花钱请路人参与评分，反正目的纯粹压制别家作品，顺便抬高自家剧的地位。就拿数据来说吧，豆瓣某些剧的评分数据有点意思。肖某主演的剧基本稳稳的5星，可竞争对手的剧像《赴山海》却出现了大面积1星评分，甚至还有演唱会电影哪吒、王一博主演的《追风者》低分现象也极其突出。这现象就像买菜的突然吆喝，你家摊儿的菜咋着都不新鲜，但人家转头又说，我家白菜是最清脆水灵的，别人摊儿的都不能吃。这操作，说句大白话，还真特敬业，令人佩服。热搜里的指甲粉粉色，当代影评的荒诞表演。低分背后还有不少细思极恐的事儿，其中最令人捧腹的是某些黑热搜的内容。有人说男主程毅的指甲竟然粉粉的，这是什么逻辑？你要说剧情穿帮，演员表现不佳倒也算个说法，但拿指甲颜色说事，简直是无中生有。健康的指甲粉粉嫩嫩本来就是正常表现，还真有人不懂就开嘲，这波操作只能建议他们去咨询一下中医。更好笑的是，这些黑热搜从始至终找不到关于程毅演技的槽点，尤其是剧中的打戏，拳到肉，看得我直呼过瘾。他们不谈拳脚，却花大篇幅纠结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把剪辑问题硬扣在演员头上，这锅甩的人看了都的心疼。武侠梦与侠义精神赴山海值得更多关注。赴山海是9月播出的，但从5月起它就没消停过，甚至还经历了推档风波。这部剧还是靠过硬的质量挺了下来。剧情方面，有人可能觉得细节难以理解，比如8大高手转功、3炷香的设定，但这些本就是编剧的创意，与演员关系不大。角色不过是演绎剧情的工具，观众要喷，也应该对着设置问题，而不是无端泼脏水。这部剧其实很适合那些曾经热爱武侠的观众，它唤起了我们对侠与义的追问和回味。江湖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侠义精神的诠释，而这些诠释也构成了剧集的灵魂。过分纠结低评分，只是对好内容的浪费罢了。最后的叮嘱，粉圈请收敛，心怀大局。黑料归黑料，作为路人观众，我只想好好看剧，但粉圈里的这波操作让我感觉无语。这种花钱搞低分、低热搜的行为，不仅没让某些人铺好红毯，反而无形中抬高了竞争作品的存在感。毕竟热度有了，自然有人愿意掏时间看剧，甚至还可能因为见到1星太离谱，回头打个5星支持一下。您说，
这是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？富山海不仅是一场武侠江湖的重温，更是一场关于公平与角力的社会现象。希望那些喜欢搞低分的粉丝们能把精力集中在自家作品上，让哥哥们越来越成功。至于那些好剧，自会有观众发掘和守护，不劳费心。您说这事儿闹的，最终分数低了谁的脸？程毅主演的《富山海》自开播以来便热度不断，打戏精彩，场景宏大，服化道用心，可以说在近几年武侠剧中算是颇具诚意的一部作品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剧集，在豆瓣开分时仅有 5.9 分，至今也徘徊在6分上下。与此同时，它却创下了38万加人参与评分的记录，成为今年长剧中打分人数最多的现象级。这种高热度低评分的矛盾，不免让人怀疑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人为操盘。低分背后的粉圈力量，不少观众发现富山海评分的极端化现象十分明显，要么1星，要么5星，中间的理性评价反而被淹没。更有传闻称，这其中掺杂了某些流量明星粉丝的集体行动，他们或出于护主心态，或为了打压竞争对手，不惜大规模打1星，甚至花钱雇人参与评分，试图通过数据战左右大众观感。这种操作说白了就是粉圈之间的拉扯与角力。某些剧一上线，豆瓣上就涌现出大量1星评论，理由往往牵强附会，比如演员指甲粉粉的台词像背书等，根本不是剧作本身的硬伤。这样的打分行为不仅让真实口碑被扭曲，也让观众逐渐对豆瓣评分的公正性产生质疑。荒诞的黑点与失焦的批评。富山海的热搜上，最荒诞的莫过于程毅指甲粉粉的这一黑点。正常健康的指甲本来就是偏粉色，却被曲解为槽点。这种鸡毛蒜皮的小题大做，简直成了当代影评的一场荒诞表演。真正值得讨论的剧情逻辑、叙事节奏反而被忽略。更讽刺的是，即便是最挑剔的观众，也很难否认程毅在剧中打戏的精彩呈现。他的动作干净利落，拳拳到肉，让观众直呼过瘾。但某些黑评却刻意规避这一点，把责任强行甩锅给演员，显得用力过猛，缺乏说服力。富山海的武侠价值与现实意义，撇开评分的纷扰，富山海作为一部武侠剧，确实值得更多关注。它重拾了久违的侠义精神，不仅展示了刀光剑影的江湖，还探讨了何为侠、何为义的哲思。剧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对江湖的礼节与坚守，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立场与选择，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厚度。对许多曾经热爱金庸、古龙作品的观众来说，富山海像是一场武侠梦回。虽然剧情上有些设定较为复杂，节奏也存在不足，但整体质量远比豆瓣的低分更为扎实。过度纠结分数，实际上是在浪费观剧的体验。粉圈该学会收敛。粉圈之间的对立与角力，本质上只是自家利益最大化的延伸。但从长远看，这样的低分攻击不仅伤害了作品，也削弱了评分平台的公信力。更何况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恶意1星反而会引发路人逆反心理，产生护具效应，最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对于真正的观剧体验而言，评分只是参考，口碑最终会回到作品本身。粉圈若能把精力放在推动自家作品质量和口碑建设上，才是真正有益的正向循环。富山海的评分风波，不仅是一场关于剧集质量的争论，更折射出当下粉圈文化与观剧生态的扭曲。低分并不能遮盖好剧的光芒，真正的侠义精神也不会因为口水战而消失。正如江湖的本质在于公平与义气，影视作品的价值终究还是要由观众自己去体会与守护。至于那些刻意操纵评分的粉圈，
不妨多些自省。当分数低的离谱时，丢脸的究竟是剧还是人？